影800你绝对不知道的细节。细节1，陈书生抱着手榴弹跳下楼，用自己的身体阻止日军炸墙体时，很多观众都感到泪目，但也有观众觉得很疑惑，难道不能把手榴弹直接丢下去吗？那是因为日军当时用很多厚实的钢板组成了一道防线，直接把手榴弹扔下去会被弹开，没有办法造成有效伤害。所以为了阻止日军继续爆破墙体，英勇的800战士们选择了自己当人肉炸弹，来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而且陈书生跳下楼和日军同归于尽，这段故事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牺牲时他年仅21岁。细节2，电影中《三国演义》元素。上官之标说淞沪会战的国军溃败犹如一路走麦城，这正是关云长败走麦城的典故。对面的戏班子唱的那出戏是长坂坡赵子龙再杀他个7进7出。剧中李晨饰演的齐家明随身带着一套赵云的皮影戏。你莫搞个赵子龙吧，关老爷讲的是凶器，赵子龙我。在端午死后，他拿起了皮影演起了赵子龙，唱到最后一句掉下了眼泪。歌词是汉室中兴待后生，和他平时叫端午小孩呼应。而小湖北想象中的赵子龙也在端午牺牲后变成了端午的样子。最后姜武饰演的老铁在楼顶上唱的就是黄忠定军山的桥段，讲的是黄忠老将力斩夏侯渊的故事，正是当时四行守军穷途末路但依旧有壮志报国之心的真实写照。细节3，想必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个超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会感觉有些出戏，甚至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以至于猜测导演是不是在悄悄打广告，才在电影中夹带这么明显的私货。可事实是可口可乐早在1927年就进入中国，并在上海设厂生产，由屈臣氏矿泉水公司装瓶。到了1933年，上海厂已经是可口可乐在美国之外最大的装瓶厂了。淞沪会战的老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日军在可口可乐广告牌下设立阵地。电影中四行仓库西墙也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现实中这面墙也被完美保留，留下了当时战役的弹孔和炮孔。细节4，电影中有一群年轻人冒死过桥，给四行守军送电话线，最后是刀子将电话线成功送到，他们的原型就是上海青帮，而且没猜错的话，这位几乎没露过正脸的老大，极大可能就是青帮大佬杜月笙。上海青帮一直都是国民党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历史上的杜月笙也确实为四行仓库保卫战出过力。有一种说法称，他曾在1天之内将20万光饼秘密送往四行仓库。细节5，唐艺昕饰演的童子军杨慧敏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原型是一名初2女童军，她的代表性着装就是红领巾和刻有智仁勇3个字的皮腰带，当她敬礼时只伸出3根手指，这是还原了当时童子军的敬礼方式，3根手指分别代表了智仁勇。杨慧敏给守军送国旗的事件大大振奋了守军士气和隔岸观战的民众，并且获得了当时驻扎在租界内世界各国媒体的赞扬。细节6，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战争的惨烈，导演专门用了 MX 摄像机拍摄，这也是亚洲首次全片使用 MX 摄像机拍摄的电影，全球范围内也仅有《复仇者联盟3》和《复仇者联盟4》2部先例。800不仅真实还原了战场，各种战争细节也都做到还原历史，整部电影用掉了300多个照明弹，就是为了重现当年战争的照明效果，一共烧掉了300多公斤的烟油和将近5吨的旧报纸，设置了相当于10部大型战争剧总和的5万个地面炸点，打造出了一个硝烟弥漫、炮火四起的真实战场。不光是这些，导演要求参演演员的状态也必须达到最优。为了符合剧中的士兵人设，参与拍摄的所有演员都要提前进组军训，只为了能更贴近角色。